Hello， 大家好，今天是5月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本周美股如期调整，在皮尔 TR 跳水大跌后，谷歌也跟上了步伐。现在的市场资金对于利空消息的反应有些过度，跟上周的市场截然相反，市场资金开始变得有些理智。而在修改 AI 芯片出口管制的消息发出后，芯片股虽然上涨，但却比较克制。英伟达仅上涨3%。对于本周接下来的行情，阿哲认为有反弹机会，但交易策略是不变的。大体方向上，上涨都是离场的机会，或者说都是寻找做空点入场的机会。具体的交易细节，我们看到本期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76期。阿哲呢，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而在第一部分，阿哲呢依旧会讲到纳指的市场观察。我们通过上期视频所分享的9涨操盘思路，继续跟踪纳指和标普的一个行情走势。而在第二小节，我们会讲到日内的撑压红绿灯。阿哲会告诉大家，在纳指和标普今天日内它的支撑和压力具体是哪2个点位。通过这个撑压，你可以知道目前的多空之间是谁强谁弱，以及为什么接下来阿哲认为会有反弹的机会出现呢？在讲解了关于指数方面的一个市场观察，我们将来到个股环节。阿哲呢会讲到有关于特斯拉、英伟达、SQQQ、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皮尔 TR、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等以上个股的交易策略，目前是空方的机会还是多头的机会？当然了，在我们观看个股的操作之前，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所有个股的交易，不管是多还是空，都是建立在指数大环境之下的操作。比如说，如果当前阿哲的观点是上涨都是一个高抛，以及上涨都是寻找做空点的机会，那么个股哪怕出现多方的买点，那么要么是观望为主，要么呢就只能小仓位的操作，千万要控制好整体的做多仓位。这是建立在指数环境分析之后的个股操作上会被有所影响。而假如您是新同学，今天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需要告知一声，在阿哲的视频当中，因为分析的标的会比较多，内容会比较多，所以视频的时长一般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一个长视频，阿哲建议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播放按钮的这个3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而后点击所对应的时间轴，您可以快速的跳转到您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解决您的部分顾虑。但阿哲依旧建议，在第一部分你千万不要跳过，因为这是本期视频每期视频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指数大环境的分析。而在讲解第一部分9涨操盘思路之前，我们要讲一下上期视频所提到的纳指天量阳线。不过这里的标记大家要去修改一下，因为阿哲呢这个好像标的有点偏了。吊颈线呢是左边这一根阴线带长下影线的，而天量阳线呢是纳指前期这根最大的一个阳量所对应的这根 K 线，这个标记有些偏右了。那么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一个观点，就是当前所看到这一根天量阳线为目前多头重要的支撑位置。股价虽然在本周出现了下跌，但它只要没有跌穿这根天量阳线，就意味着目前的下跌调整都只是调整，还没有到威胁到多头优势的区域。而空方在这个区域之中，虽然看空，亦或者是尝试小仓位做空，但只要没有出现一根阴线有效跌穿天量阳线的区间，那么空头就不能够去随便加大仓位，你在这之上的仓位都只能够是埋伏，只能够去提前的一个小仓位试错而已。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多空的优势区，在这一个天量阳线区间之上为多方优势，在这个区间之下为空方优势。而最近的调整，包括昨天盘中的跳水动作，虽然出现了跳水，但整体是没有跌破左边天量阳线的最高价格，甚至呢出现了支撑后盘中进行了一个 V 转。所以当前的天量阳线依旧保有支撑，并且目前的股价依旧处于指数的多头优势区。所以在这个位置，哪怕阿哲是看空美股，但是也不会去加太多的筹码去做空美股，因为现在还是属于多头优势区。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再讲到有关于9涨操盘思路。这个9涨操盘思路其实就是市场当中标普截至目前出现的9连涨的一个形态。曾经呢，我们讲过，每一种稀有的形态都是一个重点参考或关注的对象。我们之前讲过稀有长阳，通过这根阳线去拆分了一些情况，而在现在我们开始要去跟踪这个9涨后的行情走势。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所谓的9涨操盘
关键的一个多头的防守位，它是在一轮9涨当中所出现的1号 K 线。1号 K 线只要不是一个10日线或小 K 线，我们就以1号作为防守。1号 K 线可以鉴定本次的一个抛售力度是强还是弱。如果股价的调整后续整体在9涨当中的最后一根上涨阳线的区间之上，就说明这个调整是不足为虑的，说明市场的一个抛售获利兑现的意愿是不强的。那么后市我们认为还有上涨空间，而且是不小的空间。而当你发现出现了连续的9涨之后，比如说在标普93年2月4号的本次9涨，它的最后一根阳线是不是很快被后续的调整给跌破，并且后续出现了反弹，但是却出现了压力？那么这就说明它的一个抛售意愿是较强的，大家对于后市并不是说太过于看好。那么这种情况的产生，就意味着后续上涨的可能性较低，没有多少上涨空间，每次反弹都要小心。而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下跌，最后是跌到了9号 K 线，也就是刚开始起涨的位置才止跌。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标普，在标普走势在本周周一出现了下跌 K 线，那么就终止了本次的9连涨，股价呢堪堪到达9连涨，然后就结束。那么我们把9连涨的最后一根阳线的低点做一个划分，是不是在周一还能守得住？到周二和周三已经出现收盘跌破，唯一相对多头比较优势的就是它的收盘跌破都是以阳线的方式，股价当天低开之后都有上涨的动能，所以对于这种跌破还不能确定很明白的有效。但如果今天依旧收盘在这之下，3天收盘都在这之下，就已经确定为有效。所以目前你要关注今天的一个反弹力度，如果今天反弹力度能够收一根阳线，重新回到这个1号 K 线的区间之内，甚至是把它突破，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的跌破都还不能定为有效，亦或者是要观察一下反弹时受到这个位置是支撑为主还是压力为主。假如在今天，亦或者说在本周，如果出现了反弹，但是反弹时上方的1号 K 线它的低点、它的高点产生的是压力，那么你要小心了，这个地方再次回落将会展开我们的一个下跌空间。而如果你发现本周接下来的行情如果有所反弹，那么反弹的时候它连1号 K 线的低点都有明显的压力的时候，这种反弹就真的只是很弱势的反弹。那么后续不管是它站没站上，只要它再次的把这个区间往下跌破，那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空方再次加仓的点，因为它证明有效跌破了1号 K 线的最低价格。那么接下来你要看到的是底下4号 K 线的低点的支撑了，也是天量阳线低点的支撑。所以对于多头来讲，你要观察本次反弹力度，如果反弹力度确实不强，而且有受压，记得要更加及时的把本次再次买进的筹码去高抛掉。而假如您是一个空方，那么当前出现反弹，你可以在后续再次跌破时去加仓，以及再次跌破4号 K 线时再去加仓，那么一次一次的把仓位扩大，那么这一次一次的跌破关键支撑位，也说明空方的优势在扩大，而多方在真正的走弱。这是我们实际当中去交易时关注的细节，每一个价位都作为多空之间博弈的点，而相对应的，你的操作的仓位也在多方和空方的优劣之中去进行增加或减少。如果你目前是主做多头，手中所持有的都是看多的筹码，你就要关注1号 K 线这个区间是否有压力，如果有，尽可能的在本次反弹当中要去卖出手中的多头筹码。而假如你目前持有的是小仓位试错的空单，那么你要关注会不会出现上破1号 K 线的高点，如果上破，那么也就是说您应该要止损了，你的空单那个试错仓位应该要了结，要离场。而假如没有去突破1的高点，而是再次出现上涨回落，那么就要加多您的空单筹码。这是我们根据9转操盘当中进行一个整体的思路，具体的个股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稍后讲解个股时呢，大家可以有所分辨。以上就是我们对9转操盘在当下行情继续的跟踪，未来我们依旧会保持跟踪。所以老同学听到这里，对您如果有所收获以及帮助，那么希望大家可以点一个小红心，照常支持阿哲每次的创作。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点开之后呢，您可以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评论支持。而假如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希望大家能够在观看视频的同时，点击下方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您就成为了阿哲讲技术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而显示已订阅之后呢，您可以点开这个全部铃铛。在点开这个全部铃铛之后，阿哲未来每一期的视频和观点在发布之后，您会首先第一个收到通知。
这是一个订阅观众所能够享受到的一个权益。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第部分的第2小节，刚才讲了9讲操盘思路，那么我们为什么认为现在会有反弹的概率，以及阿哲为什么认为接下来反弹的可能性会较大一点呢？它除了有天量阳线的有效支撑之外，它同时在日内撑压上也反映出了目前的多头开始又再次的走强。在这个图表当中，左侧是阿哲每天盘前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更新的一个盘前观点和点位的预测。只要您是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都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免费收到阿哲这条盘前解析。稍后呢，阿哲会教大家怎么去领取。阿哲有讲到最近的行情呢出现了下跌，但是都是低开高走，而低开高走则说明有资金还在尝试去低吸抄底，但整体的反弹力度是不太强的。所以阿哲有讲到，如果今天出现高开，那么应该去寻找高抛点。那么这个策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它对了一半啊，对了早盘那一半。市场虽然说在盘中出现了开盘高开冲高，而后跳水回落，但是在接近尾盘时又出现了再次的回升，所以整体这个策略在早盘是对的，找到高抛点可以规避一次盘中的跳水。但后续的一个事件影响下出现了回升，这个就阿哲所难以去预料了。而当下的市场面临关税和议息这2个事件，并且都有点变动，特别是关于关税方面，在阿哲这边时间是今晚的10点，那么又将再次出现一些变动，所以最近的市场呢是经常发生改变，在消息面上利多和利空都经常产生，所以不论是多空呢，都不要在这个区域下注太多。现在的标普500 10日线是破位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那一点，要确认它是否有效。这一部分内容呢，就是阿哲在5月7号盘前时，香港时间4点21分所发布的这个消息。只要您是订阅观众，应该大体能够收到。而底下呢，就是一些预测的点位，阿哲一般会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盘中日内的支撑和压力。同时通过这种支撑和压力，你也可以看到每一天收盘之后它的多空的博弈的结果。我们看到图表当中，你会看到图表有一些红灯和绿灯在某些 K 线底下，比如说像这根 K 线，它就是一个绿灯。那么绿灯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说明当天阿哲盘中所给到的日内的压力，它是被收盘突破了。一个压力位在日内能被突破，说明多空博弈之下属于多方占优，多方变得极强。所以在绿灯之后呢，一般可以看涨。那么反之，如果出现的是红灯，那么则说明阿哲盘中所给到的那个支撑位被收盘跌破了，它意味着空方是变得极强。好，那么这里就会衍生出一些买卖点。我们一般呢不单纯的用红灯去卖出，绿灯去买进，除非你是处于牛市的市场，那么价格回调出现绿灯可以买，或者说处于熊市的市场，价格下跌出现红灯可以卖。在趋势形成的角度上，你可以用红绿灯去做短线交易。但是如果你想不看趋势，直接以红绿灯去买卖呢？这里我们提到的方法就是您要看一下有没有短线上频繁的日内的转换。比如说当时这个区域为什么看涨，为什么看反弹，就是因为这一天是一个红灯，说明空方极强，而第2天立马变成绿灯，说明多方极强。这种多空极强极弱在突然之间2天内发生，它一般表示一些资金的暗箱行为，往往在红灯之后转为绿灯，说明昨天的红灯为市场砸盘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这种红灯后转绿灯为多方的买点。而这个位置开始，市场连续的绿灯，没有出现红灯，而在本周周一时出现了一个红灯，才开始相对有点像样的调整。而在之前没有出现红灯之前，是没有出现比较像样的调整，或者说有效的调整的。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行情走势，你会发现在纳斯达克指数的图表当中，这一天是一个红灯，这一天是个红灯，说明这2天预测的日内支撑都没撑得住，而都被收盘跌破，所以这2天空方是比较强势的。我们看到昨天的话呢是没有灯，它没有绿灯也没有红灯，说明当天的收盘价在整体的预测的高低点之内，高点有压力，低点有支撑，说明多空之间相对变得均衡。那么目前还处于空方的下跌惯性当中，多头在纳指上还没有出现强势的一个上涨意愿。那为什么说目前可以看一个反弹呢？因为纳指虽然说没有出现强势的反弹意愿，没有出现绿灯，但我们看到这张图表，这张图表和刚才的纳指有很大的相似，但是它是标普500的图表。在标普500的日线图上，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点，
就是它出现了绿灯 K 线。昨天的标普500收盘价是超过了我们所预测的日内的高点压力，所以这一天它出现了绿灯。前面出现绿灯转红灯，2天极度的反转，跟前期这个低位出现的红灯转绿灯是一样的，只是它这里代表是昨天的绿灯为一个诱多行为。好，那目前出现了2天的红灯调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这说明昨天的红灯 K 线为市场的砸盘行为。那么这一天的绿灯则意味标普那么可以构成看涨的红绿灯信号。这也是为什么阿哲说后续本周接下来的行情反弹的可能性会偏高一点。当前所出现的红绿灯特点就是买点信号。这2根 K 线告诉我们，短线在日线上是可以看涨的，而这个看涨的时间，阿哲认为会有1到2天，也就是说周4到周5的时间为本次的反弹时间段。如果力度较弱，那么可能周4日内就结束；如果力度较强，会延续到周5收盘。换句话来说，对于本次的反弹，阿哲认为是短线的反弹1到2天。假如目前你已经买入多头仓位，那么拿到周5，阿哲认为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时间了。下周之前最好就能够把多头仓位进行一个了结。当然了，这个整体的策略要根据实际反弹的力度来去进行定义，不同的个股可能也相对有所不同。我们接下来要小心的一点就是，在出现红灯转绿灯之后，你要注意了。如果接下来的一根 K 线是继续出现红灯，那么说明这一个反转，这个短线看涨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要继续转空。而如果下一根 K 线是绿灯，亦或者是无灯 K 线，那么就继续看反弹即可。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预测点位，标普今天预测的高点是5681.05，也就是说今天市场只要收盘在5681.05之上，标普依旧会是绿灯；如果收盘在5604.96之下，则是一个红灯 K 线。只要今天收盘在这个点位之下，就说明这个反弹看涨意愿是不够的，是不强的，甚至呢继续转空。因为在今天如果再次出现红灯，就说明1号 K 线的低点被有效跌破了，自然而然就继续的往下去看。除此之外，不管是绿灯还是无灯，都说明这里有反弹延续。而纳指的今天预测点位呢，高点的压力是17937.875，低点的支撑是17620.585。关注这2个点位。接下来阿哲说一下，如果您是今天才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怎么去领取到盘前的每天解析呢？其实特别简单，您只要在订阅之后点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而在评论区当中有阿哲一条发布的置顶链接，在置顶链接中有一条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的连接，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在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呢，您最好能够发送一个文字，也就是一个领取的口令，叫盘前。您发送给他之后，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在每天盘前能够领取到阿哲的美股盘前解析了。而对于这些观点的提出，一般呢，阿哲是根据所教导的方法、所教学的技术分析，比如说九转操盘，亦或者说天量阳线等等来去研判跟踪的。每一种方法大体都是阿哲曾在公开亦或者是内部课程当中所教学过的，所以这个盘前解析的真正的作用是在大家学习了阿哲的技术分析方案之后，您可以跟随阿哲去在市场当中去观察、去进行使用，以及在不同的行情下阿哲用的什么方法会更加贴切，而您呢会通过盘前解析的文字了解得到，可能这一条消息对于您的技术分析实战会有一些帮助。但这里阿哲要提醒，关于文字上虽然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大概率不会特别的大。所以对于真正想要把技术分析学好，并且应用在实战当中提升自己交易水平的同学，那么阿哲的建议是，除了文字的表述您可以去了解之外，同时您可能还需要另外的一些帮助。这里呢，阿哲说一下，对于我们的一个粉丝订阅同学，除了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之外，我们还准备有专门的进阶知识内部直播课程，帮您更好的去进行技术分析的学习和掌握。同时呢，还有粉丝群组专门的学习小组来进行技术分析、学习和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知识答疑。假如您觉得盘前解析对您的帮助还不足够，还想要有更多的福利的同学，那么记得也可以把第1重和第3重的福利进行领取。当然了，这里的粉丝群组不是每一位同学都能够领取得到的，它会有一些门槛和条件。因为这个群组当中，阿哲不想人数太多，这样的话呢不太方便管理和教学。所以每一位进入群组的同学都有一个要求，您是真的想要把技术分析学好，并且您真的能够每天花费一定时间在学习之上，那么只有这一类同学才会被邀请进入到粉丝学习小组。
那阿哲怎么才能知道您是能够加入到群组当中的同学？其实很简单，您只要能够参与1节内部直播课程，说明您能够花时间在学习之上。同时，您再完成1次我们的老师布置的一个课中作业、课后作业，然后交给助教。助教老师在评分之后，如果合格，会邀请您进入到粉丝学习小组。所以阿哲希望呢，如果您不仅仅满足于盘前解析，还想要更多的知识学习和掌握的话，您可以领取一下其他2份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本周所安排的专题主题班课。在你今天听到阿哲视频的时候呢，5月8号狙击龙头10倍黑马这个课程已经结束，前面3节课的直播都已经结束，但是我们每节课程都有回放提供。每节课程老师对于盘后的一个指数行情、个股行情的研判的方式和技巧都还有保留。如果您真的想要学习，您可以找到助教老师，然后跟他领取这些课程的回放进行收听。希望这些课程内容能够帮助到每一位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在技术分析上能够更多的去进行掌握和进步。在了解了第一部分关于指数环境的分析之后，我们来到第2部分关于个股的解析。在我们立足于指数环境的变动之下，我们知道目前的个股在多头和空头上都不要下注太多，而后续哪怕上涨，大概率呢也只是一个再次的反弹而已。而如果再度的下跌，更多的去寻找做空点的机会，在天量阳线之上为多头优势，在天量阳线之下为空方的优势区。而如果目前你还是保持着做多的策略，那么阿哲的建议就是您根据指数的这根天量阳线的区间来去做操作。当价格回调在天量阳线的高点这里出现支撑时，在这附近去做多，而后把握反弹利润去卖出。你的止损价格就是这个天量阳线的高点。当你在这附近买入个股之后，如果出现下跌进入到这个区间，你就可以进行止损，而再次的回归之上再进行多头的买入交易。而对于空方来讲，你的优势区就是天量阳线被跌破的时候，因为在这个位置被跌破的时候，你的下跌的空间将可以看到前面9涨的1号 K 线，所以这个空间为空头去进行获利比较大的优势区。那么在这之上，在多方优势区，你就只能去埋伏进行小仓位的试错的方向布局，等待后续跌破之后去进行加仓即可。而你的空方止损位就是股价再次收一根阳线，把它给突破，则空单所有的小仓都要进行止损。这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讲到的一个多空不同的策略。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的第1只个股是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支撑和压力层面。在特斯拉的一个股价压力上，我们最近一直谈到一个点位，就是 287.13。 关于这个价位，曾经这一波反弹在此出现了一个高点，当时呢是直上直下，所以比较好去判断和操作。但最近这里呢是出现了不上不下，它呢没有出现特别强势的突破 287.13， 但也没有在这里出现特别明显的下跌阴线，都是一些小 K 线在震荡，甚至呢连左边这根大阳线的一半都还没有出现收盘跌破，所以当前的多空之间呢是一个相对的震荡走势。而因为它处于一个震荡的大箱体之内，所以这个位置的小震荡就属于相对风险高位的震荡区间。这里阿哲要提醒一句，因为阿哲最近发现，包括前期我们说过特斯拉的一些做空的机会，短线看空的机会，包括这里可能会形成一个双顶的一个机会。很多同学呢可能听到这一点就不太开心了，特别是对于特斯拉很看好，甚至呢是有信仰的同学，您可能就不太喜欢阿哲讲到特斯拉看空的方面。但这里呢阿哲就感觉有点误会了，因为阿哲呢讲的主要是一些分析，就是他怎么走，阿哲怎么看，阿哲就如此告诉大家。不能说阿哲看到这里有多方的风险，做多性价比不高时，我还要硬跟你说能够看涨，这个阿哲实在是做不出来。所以最近呢，我们一直说特斯拉这里是不太建议去做多，性价比不高，而做空反而是有比较不错的性价比。因为这些说辞可能引来一些对于特斯拉有信仰的同学不太开心。那么如果真的是如此，阿哲只能说一声抱歉。阿哲更多的是实事求是，他出现什么阿哲就讲什么。比如说，如果你要阿哲去看多，那么是不是至少这里要再出现一根比较不错的阳线，把 287.13 给突破？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回马枪的动作，或者说是上升商法的动作。那自然而然，它就把这个双顶结构给破掉了。那么自然而然，阿哲也就会看涨特斯拉。但在出现之前，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小心。
接下来我们在看到资金和动能之前，我们再加一个环节，就是30分钟的走势。在30分钟上，我们曾经说过，这里有一个30分钟的收敛形态，是一个上升三角，就是前期的这3个点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水平的压力线，而下方的这个低点以及这样的一个上升趋势线形成，那么构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上升三角。而这一根阴线在30分钟出现跳空下破之后，我们在这里开始说看空特斯拉，在30分钟出现了一个调整。而最近的这波下跌在 270.79 附近出现了止跌，我们再把这个三角形扩大一下，它会变成一个长方形或者说矩形，也就是说当前在走一个震荡走势。小级别上它的高点的压力是 294.78 为震荡的上沿， 270.79 为震荡的下沿。而这个下沿为什么容易在这里产生反弹呢？因为它除了是一个震荡的下沿之外，它还是一个170均线附近30分钟的一个牛市进行时的一个回踩。所以当前的特斯拉在大级别处于震荡，小级别处于上涨的中继。而至于它能不能是中继，是不是要看它是否能够产生一个有效对于区间的突破，那么对于170的支撑然后向上去运行。所以当前你要去看待小级别30分钟2个点，一个就是170是否能够有支撑的效果，不要出现跌破反弹再下跌这种走势。如果出现这种走势，那么日线级别自然而然会去回归再次的下探我们的震荡下沿229。而假如170是有效支撑，那么向上看反弹就要看一下这个震荡区间的中轨，就是 282.785。 如果这波反弹接受170的支撑之后所产生的反弹，它连这个区间震荡的一半都不能够收盘突破，就说明这个反弹是弱势的，它依旧会延续出现下跌。那么只要反弹是弱势的，170的跌破就迟早会有效跌破，那么迟早会打开下跌空间。所以当下来关注一下指数，如果在这2天反弹，那么特斯拉反弹的力度是强还是弱？如果是弱，那么后续再往下，那么空单就得要加仓了。下面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如何去分辨特斯拉当前的短线走势。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红绿灯，下方的是 BBD 以及龙头引力指标。那我们所看到最近的2根 K 线是不是在30分钟出现了震荡，而在日线上表现为2根 K 线都是无灯的，所以当前是属于绿灯转红灯之后的惯性下跌震荡环节。我们看到底下的 BBD 资金是不是在连续的流出，没有出现流进，但是流出过程当中呢，它已经无限很靠近这个零轴，只要略微的在下探以及略微的调一调，那么是不是就能够下穿零轴？我们说下穿零轴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变盘低点，前方这个低点除了红绿灯出现了变盘买点，它是一个红灯后转绿灯的买点，同时底下的资金是不是出现了下穿？我们说资金回调时下穿就是低点变盘的机会，那么股价上涨而后再次回落，这一个位置它已经再次要临近这个变盘的中轴了。这个中轴只要被下穿，它是不是也构成一个变盘的低点？所以特斯拉近期这里要关注一下，它会不会产生一个共振，就是震荡区下沿的支撑170 30分钟的支撑，包括下穿的低点变盘，然后产生的这一波反弹是不是很大概率能够产生？像我们看到30分钟的一个走势，之前这里形成了三角形的跌破之后，为什么说可以看跌，或者说它可以往下看呢？同样的，它这一天是不是出现了下穿？下穿 K 线本来应该是低点变盘，但它又被快速跌破了，并且是三角形这个上升趋势线的破位，所以这一天开始是不是短线就走空了特斯拉？而后股价特斯拉在盘中30分钟走势当中，这一天是 BBD 的下穿，所以它是不是低点变盘？这一天也是 BBD 的下穿，是不是也是低点变盘？所以当前低点变盘从开始的无效变成现在的开始有效，但是它只是走为震荡而已。所以关于30分钟的下穿呢，它是一些小级别日内的低点，而关于在日线上的下穿呢，它可能形成一个不错的日线级别的一个上涨低点。但同样的，如果这个低点被跌穿，那么就是一个风险了，就好像30分钟那根 K 线被跌穿之后是会走出下跌的。但最近的特斯拉呢，这个下穿每一次下穿都没有被跌破，所以呢还是不错的。看一下这一次下穿，如果这一次下穿会低点无法守住支撑，而是被跌破，就是风险。所以特斯拉目前呢可以等一等，等一根下穿 K 线。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红绿灯的参照，如果今天能够在震荡区间下沿收出一个绿灯 K 线，
是不是也能够说明反弹开始，而且这个反弹力度还不算差呀？那么今天的预测高低点在哪里呢？低点的支撑是 273.61， 高点的压力是在 280.53， 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今天的收盘价能够超过 280.53， 说明这一个日内震荡下沿后的反弹力度是 OK 的，还不错。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英伟达的空间上最近出现了一个回调，但是没有回补缺口，反而受到缺口的一个支撑，再次上涨，也是受到一些消息面的刺激。而这一波上涨出现了116的突破，那么突破呢，算是很有效吗？还不是很算。收涨3个点，但是实体大部分在116之下，所以说明整体的动能对116的突破是不太够的，因为它只突破了这么一点点，大部分的实体动能是在底下所去进行消耗，所以这里就要关注了。如果您是做多的同学，那么这一天你说因为消息面的变动，我去尝试去博弈多方，可以吗？可以，因为我们说了，在指数还处于天量 K 线区间之上时，你去找做多机会，其实也还算是 OK 的。而如果您是一个做空的同学，那么我们要找到的机会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说对于116，假如它昨天突破之后，今天又收阴跌破，那对于做空的同学，这是不是一个压力位的无效突破，而后去寻找下跌的机会？所以当前先关注一个116能不能够今天站得住，如果今天出现十日星，出现阴线下跌再破116，那么这里将不是一个很好的多方点位，而是空头进场点。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去看待英伟达。目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在昨天这个阳线之下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那么这根绿灯就告诉我们昨天的多头还是比较强势的。它前面是出现了绿灯之后转为红灯，而这一波上涨首个红灯之后并没有出现延续的红灯，而在隔天之后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所以它整体的一个调整不算强，整体的力度呢还在延续反弹当中，开始短线走出了有资金青睐比指数略强的走势，只是因为目前指数的环境一般般，所以对英伟达呢我们也不能投资太多的一个多头仓位，还是要小心的。所以今天关注，如果它不出现红灯，那么就依旧能够延续看涨；如果出现红灯，那么这里就会出现绿灯转红灯的走势。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点位，低点是 114.671， 高点是 120.069， 股价跌破 114.671， 说明这个地方会更加明确，它是一个空方的点，而不是做多买入的点。接下来我们看到 SQQQ， 目前所看到是 SQQQ 的空间图表。SQQQ 呢，在 29.46 这个点位附近出现了一个震荡。那么当前它虽然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不是它全程都是高开低走，全程都是阴线为主？那么反弹过程当中 30.55 呢出现了压力位的现象，是不是这波反弹虽然把缺口补掉了，但收盘价还没有站在 30.55 之上？我们说曾经被跌破的价位，它是支撑容易转为压力，而最近的反弹是对于压力位产生的确认，所以当前 30.55 是一个压力，而 29.46 呢压力是不明显的，反而还有一点点支撑。而对于 SQQ 我们就要小心，它会不会再次收盘跌破？那这一次跌破呢，就有可能会延续到我们这个目标位上了，因为再次跌破，那是不是很明确 29.46 是有效跌破？所以这是 SQQQ 上我们要小心的。在纳指如果有反弹预期之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看空不做空，不轻易做空，包括最近哪怕开始能够有做空机会，我们的仓位也还不能够打得太高，这也是当前的位置还在确认做空点的时候。一旦它在 30.55 出现滞涨，后续再次跌破 29.46， 那么这里我们的空方就要小心了，它在跌破这个点之后，是不是要往下看到 26.7？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是否有这种风险的提醒。SQQ 呢，在日线上的图表，它其实底下出现了龙头引力的一个指示，就是聚宝盆。那么这个聚宝盆意味着在波段的场景、波段的角度上看，它目前处于一个低位。但是聚宝盆不是说一旦到了就立马是一个机会，因为只要这根龙头线、红色线还在这个低洼区，还在这个底下没有跑出来之前，它都只能够提醒机会，而不是能够确认机会的时候。它只能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已经属于低位，你要在这里找到更加确定的买点，
而后这个龙头线能够跑出来，才更加明确这个聚宝盆的形成。当前呢是属于聚宝盆还在形成的过程当中，而还未结束。而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动能上，是不是在低位出现了红灯转绿灯，然后出现了2天的反弹，而后最近呢又出现了绿灯转红灯，所以这里呢是一个震荡。我们要小心的就是红灯、绿灯、绿灯、红灯这种转换频繁的时候，像高位的地方，这里出现了一个绿灯转为红灯，那是不是说明是做空的机会？后续只要连续出现红灯或无灯就 OK 了。但像这一波红灯转绿灯为买入机会，当它出现了1天绿灯之后，立马又转为红灯，所以这个位置的多头还不是很明确，它还不是很连贯，跟之前这一波下跌没有得比。所以当前又出现了绿灯转为红灯，按照红绿灯来操作，你应该把之前买进的开始离场了，等到下次的转为绿灯可能会更加安全一点。这是红绿灯上给我们的一些风险提醒，跟标普的一个反弹的提醒是有点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看到 BVD 上的一个变盘 K 线，前期呢出现了连续流进后的流出，这根 K 线为关键点，它呢没有被有效跌破低点，而它的高点当下也没有被有效突破，所以价格指数在这里出现了震荡。唯有出现一个明确的阳线突破它，我们更加确定从资金角度这里看涨。而如果再次出现了阴线有效的跌破它的低点，则说明这里还有下跌的空间。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是否能够再产生绿灯，也或者是延续红灯，所以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价格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点位，高点的预测压力是 30.215， 低点的预测的支撑是 28.535。 以上是关于 SQQ 的分析。现在我们对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了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解析，它的标的会比较多，所以阿珍呢很难像前面的指数和特斯拉、英伟达、SQQ 那样分析的比较全面。我们只能够通过指标方面，我们来去快速的播报一下他们的机会和风险，他们的关键点位。第一只个股是阿斯麦，现在我们所看到是阿斯麦的日线图表。昨天呢，受到消息面的影响，它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高开高走比较强势的1天的上涨？然后上涨途中呢，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所以前面的绿灯转红灯所产生的空方筹码，在昨天就应该被打掉止损了，因为它再次出现了一个绿灯，并且再创新高。在前期指数的反弹当中，其实很多芯片股走势不算很强势。那么昨天呢，可以说是资金再次的往里又跑了一下，所以整体的一个方向有一点点变化，但它的一个动作，它的力度不是很够，只是涨了 3% 而已。在资金上其实没有太多的参考的一个价值，除了这个变盘点，这个变盘点呢是在5月2号产生的这个天，这一天呢也是一个小高点，而目前这个高点是不是被价格所突破？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突破的力度如何。如果突破之后第2天就收盘掉下来，那不就是跟英伟达一样吗？我们说116能不能有效突破的问题。所以当前的阿斯麦呢，我们的压力位就看到前面这根资金的变盘 K 线，它是前期流出后的首根流进，所以这个高点要被有效突破才能够继续往上看空间。如果今天立马掉头就收盘跌破，那么说明这个位置的资金力度确实不太强，那么这个突破就不是有效的，那么高点变盘就依旧还存在，那么上涨空间呢就还不能够继续的往上去打开。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点位预测，今天的高低点，低点的一个支撑日内看到 691.923， 高点的压力看到 710.428， 关注这2个价格。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博通的走势昨天也是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也是把左侧这里没有突破左侧新高，只是创高收低。那么相对英伟达和阿斯麦，那么博通呢则更弱一些了。我们看到底下的资金变化，最近呢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变盘信号的，因为流进流出都是短期的，所以整体偏震荡的资金变化。关于博通，它因为昨天在整体芯片股上涨当中，它没有收盘去突破左边的这个高点，所以它整体来讲，它的力度是不太够，所以它肯定呢不属于能够优先在芯片股当中去做多的一个标的。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今天预测高低点的压力和支撑，低点的支撑是在 201.62， 高点的压力是在 209.42。 像昨天产生绿灯的芯片股，如果今天有哪一只标的是出现了红灯，那么就说明
那一只标的是属于芯片股当中比较弱的。当然，如果是芯片股全都转为红灯，那么就说明昨天的上涨全都只是假的，都只是诱多行为。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APL， 昨天的苹果和谷歌之间也产生一些消息面的影响，都出现了下跌。我们看到苹果昨天的这根 K 线是一根带有相对的影线的 K 线，但它把前面的十日星给跌破了。前面这一天十日星，我们看到底下是不是下窗 K 线？下窗 K 线为回调时的关注点，它可能是一个低点变盘。那么这个低点变盘目前是被跌破，那跌破是否有效呢？还不算有效，因为跌破的时候，它的大部分实体在之上，而后底下呢是带有长下影线的，所以这个跌破还不足以称为有效。只是这个十日星，我们依旧认为低点支撑还在的，除非今天再次收阴，在这之下收盘，那么我们就可以确定了，下跌空间依旧打开。在此之前，如果在这里出现收阳站回，就说明这一个变盘点，它低点变盘的效果还在，还有支撑。等到有那么一根阳线能够收盘价站在这个十日星高点之上，则确认底下低点变盘有效，那么就看涨。在此之前，只能算是震荡，只能算是有止跌，而不能看涨。动能 K 线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连续的2根红灯之后呢是无灯的，所以目前属于多空相对均衡，没有说特别的哪方比较强，还处于空方下跌的惯性下跌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预测的高低点的值，高点的预测点是在 197.845 有一个压力在今天日内，低点呢 191.655 会有一个日内的支撑，看这2个价格。随后我们来到 Meta 的一个方向呢，其实比指数要强一点点，因为指数呢没有出现绿灯，而它出现了绿灯。当下呢是标普出现了红灯转绿灯，而个股呢其实不多产生这个红灯转为绿灯，特别是科技个股。Meta 呢属于一个红灯转绿灯的一只个股，所以当前的 Meta 依旧属于一个短线看涨点，在昨天产生。其实在本轮的反弹当中 Meta 是产生了很多次了，前面这里出现了红灯转绿灯，这里又出现了红灯转绿灯，而当前又出现了红灯转绿灯。但其实这种红灯转绿灯呢，第一波走的会比较强，而后呢相对偏短，所以这一次呢会不会更短啊，就要去观察了具体。但它昨天确实出现了红灯转绿灯的一个短线看涨点。在资金层面，它的变盘信号是不是连续流进后的流出 K 线是它，低点呢没有被跌破，高点呢目前不算有效突破，所以看一下它的高点的压力。今天再次收盘站住站稳，那么就说明这一个红灯转绿灯的信号确实在这里还是有一点力度的。如果连这个高点还不能够有效突破的话呢，而是冲高回落，就说明这一个红灯转绿灯整体反弹力度是比较弱的，要小心再次的转为红灯。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点的值，今天不要转红灯，今天预测的低点是 591.74， 收盘跌破则转为红灯，那么又是一个绿灯转红灯。高点的压力是 608.145， 如果突破则依旧维持绿灯，维持看涨。下一只标的我们再看到 MSTR， 它最近所产生的是一个震荡的调整，在连续出现了绿灯上涨之后，是不是在我们周一的时候产生了红灯？红灯之后呢，出现了震荡，而后在昨天出现了一个绿灯。但这个绿灯它不是一个买入信号，因为它是个十日星。我们的绿灯最好是买在阳线的绿灯，实体的绿灯，而它是一根阴线十日星的绿灯。当前底下的龙头线是在高位预警区，相对目前来讲，说明波段上它当前是个高位，只是还没有完全的形成它的这个龙头线要往下穿才行。目前的龙头线是在 94.135， 它要继续的往下跌一跌，才能够让资金流出到达一个高位形成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维持震荡的话呢，虽然说是一个风险区，但是风险还没有完全的开始释放。我们看一下这个十日星后的 K 线，如果能够维持并且收出强势阳线的话呢，这个十日星后收强阳，那么也可以算是变盘再次看涨。而如果再次是绿灯转红灯，那么就要小心风险了。那么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 390.37， 高点的压力是 398.46， 关注这2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另外一只强势的个股是 PLTR 在前期强势上涨当中出现了一个十日星而后暴跌，是不是它也是在一个高位区？
高位区一旦产生，这波波段上涨，如果是在牛市当中呢，还可以继续博弈一下。但因为最近呢，处于一个相对可能的熊市环节，所以在高位区时，如果你已经有所获利，那么阿哲建议的是越是上涨，越是高抛为佳。因为一不小心所出现的熊市当中的出货行为，那么可能要跑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晚了，可能就被套住了。前期呢，以这个红灯后转绿灯出现了上涨，目前出现了红灯首次出现红灯。这根红灯 K 线产生之后，我们有说过要关注前面的变盘点是这根 K 线，它的低点为反手，如果被有效跌破，则依旧延续下跌。最近是出现了下跌之后的反弹，当前收盘价昨天是还没有往前有效的站上前面的这个低点，所以除非下跌之后快速的收盘站上，我们说这里支撑是有效的，继续往上去看修复。而如果这里出现反弹之后再次收阴在这之下，说明前面跌破有效，则继续往下看。同时的就是这一天也是个下穿 K 线，也就是说它的低点应该是支撑。如果这里低点支撑，而后反包阳线，或者说继续收阳，站在这个关键 K 线的低点之上，是不是这里继续看反弹是没有问题的？而假如它的这个低点不止后续没有反弹，而是继续收跌破位，是不是就构成了两个关键 K 线的跌破有效？那么皮尔 TR 就还将延续出货，延续下跌的空间。当前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的数值，高点的压力今天是在 113.59， 低点的压力是在 108.74， 跌破 108.74 则说明红灯看跌。下一只个股标的，我们看到谷歌。谷歌呢是我们前期说过几只弱势股的其中一只。我们前面有说过特斯拉、谷歌等等都算是一个弱势股，因为他们都在指数还在反弹时呢出现了震荡，亦或者是提前的出现红灯。谷歌是在这一天提前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而当时指数是还在上涨的，说明这个位置开始它就比指数走势要偏弱了。指数还在新高呢，它呢已经创不了新高了，所以走了个下跌反弹，而后在我们周二的时候出现了红灯，周三的时候出现了利空消息，而后的过度反应。所以像谷歌是不是也一样的？为什么说上涨时，特别是熊市上涨时，我们不知道手中的个股究竟是强是弱？你可以跟指数做个对比，如果对比一下发现是弱势股，又是熊市的反弹，那么要小心，最好是越是上涨越是高抛。当前的这一波下跌已经出现了下穿 K 线，所以这里出现反弹则为正常现象，属于超跌反弹，把它的低点作为防守。如果谷歌这里低点再次跌破，是不是下跌空间继续打开？而在这里它容易出现反弹，因为它是一个 BVD 的一个下穿 K 线，但是这个反弹的力度多强不太确定，大概率应该不怎么样。所以反弹之后如果再下破，那么就属于空方的入场点。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红绿灯 K 线，它会在哪里产生高点的压力？今天看到 159.895， 低点的支撑看到 142.395， 看到这两个价格。下一支标的我们看到微软，本来呢我们应该去分析 SMCI， 但是 SMCI 呢它其实没有太多好讲的，因为它一直是170均线的下行，处于熊市，所以我们去找做空机会就行了。我们最近换到微软，那为什么要把它换成微软呢？因为微软目前这波反弹过于强势，而这个反弹呢到了左侧的缺口还差一点点回补，而这一波反弹看到下方的龙头引力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巨宝盆之后往上上涨，所以它构成了一个波段底到波段高点的一个可能。这个位置只要出现明显的下跌信号，就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具有不错下跌空间的做空的标的，只是目前处于高位的震荡，还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做空 K 线。这一根的红灯它是一根十日星，也是一根阳线，这种阳线十日星所出现的红灯，我们就不直接作为入场的做空点，因为它不太明确，最好能够有一根实体的阴线所出现的红灯会更好。所以当下我们对于微软的判定是它处于跟 MSTR 和皮尔 TR 等等个股相似的高位区间。我们看到一个关键的变盘 K 线，是不是这一天连续的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第一点为防守，如果有阴线把它给跌破，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往下去看一个下跌的空间，亦或者是等一根有不错阴线实体的红灯 K 线。我们看到在今天会不会形成这种 K 线呢？看到低点的预测值
今天的低点支撑是432.23，高点的压力是439.24，关注这两个价格。下面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整体的股价走势还是蛮不错的，算是有点超乎意料了。在短线上来看，最近是不是一直没有红灯？只是结构上一般啊，因为整体的结构中期来看，左边的阳线的高点的压力还是没有突破，但是短线上来看还可以，它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没有明显的一个红灯，就说明流出的资金的力度呢是整体是比平均指数是强的，只是从中线来看，它的结构是弱的，所以左边的大阳线高点还是具有压力。在这个大阳线高点附近产生了绿灯 K 线，就尽可能先等一等，不要盲目的去看多，整体的空间是不大的。看到关键的变盘 K 线是连续的流进之后的流出，这一根 K 线是最近的一个变盘 K 线。那么这根 K 线的高点为压力，是不是出现了突破，但是无效？目前又突破了，但是整体也还不是有效，因为它的收盘价只过去了一点点。所以这里如果能够出现绿灯后转红灯，那么是不是也能够作为一个看空点？而想要做多的话呢，最好是能够去有效强劲的突破左边的大阳线。但现在哪怕突破也是偏弱，它不是作为一个优先选择的做多的标的，整体表现平平。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点位，低点的支撑是在 186.86， 高点的压力是 192.84， 看这两个价格。最后我们再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走势在连续2根红灯之后出现了一根绿灯 K 线，整体和指数那么是不是相同水平？昨天呢是略强了一点点，在这里出现了绿灯转红灯，是不是看一波调整？在前面这里出现红灯转绿灯，看一波上涨。前面这里呢是一个绿灯走红灯，所以看一波下跌。这种红绿灯转换的时候，我们可以作为买卖的一个交易的依据。但是你要关注后续，如果能够像前期这种连续性的保持一个方向的颜色，而没有转灯是最好的。而像这种刚转为下跌之后，没有2天就转绿灯了，像最近的连续2天红灯之后就转绿灯了，这种就是还不算很强那一个方向的力量。所以当前出现了红灯之后的绿灯，则我们依旧认为这里有反弹的需求，除非立马又转为红灯，亦或者短期再出现红灯。如果后续保持绿灯以及无灯，就保持反弹向上，这是红绿灯给到我们的一个参考的意义。而我们再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是不是低点的支撑在 172.955， 那么高点的压力呢是 177.565， 今天跌破 172.95， 则再次转空。从 BBD 上是没有太多的变盘信号，所以我们暂时不考虑 BBD 和龙头引力的影响。以上就是5月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最近在出现多空双杀，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可能都不太容易，所以仓位上尽可能以观望，亦或者小仓位试错为主。在本周消息面还存在多变的情况，所以大家尽可能小心，要注意仓位的分配，不要在整体方向选择之前，我们明确有信号出现之前去过多的压住某个方向，这是当前阿哲一个相对稳妥的一个建议。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